前段时间啊，我在做史航性骚扰那期节目的时候啊，有些人就在评论区给我回复啊，他说王局啊，你这期节目我不能同意，为什么呢？他说虽然有几十个人站出来指责史航性骚扰，但他们都没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社会性死亡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是法治社会吗？如果没有证据就可以认定一个人性骚扰的话，那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太可怕了。包括更早的时候，我做朱军和弦子案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说，他说朱军当时赢，弦子之所以输完全正确，因为弦子提不出足够认定朱军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我当时做这些案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司法实践，也包括中国的主流民意的观念啊，在认定性骚扰的问题上，跟发达国家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我们都知道啊，性骚扰也包括那种非侵入式的性侵啊，包括中国的猥亵嘛，是吧？其实你都很难找到物理证据，但是现实生活中又频繁的在发生。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于物理证据来判这些案子的话，那我可以说这些性骚扰，包括猥亵案的受害者，你根本得不到法律的救济。那么我就在想啊，其实啊，我很想讲一讲西方社会里对于这种性骚扰，包括这种性侵案到底是怎么认定的，给大家看一看，在那样的一个司法实践下他们是怎么社会运作的。正好前几天，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啊，在一个类似的案子过程中间败诉了。And breaking news, former President Trump has lost a defamation trial in New York. A jury found him liable of sexual battery and defamation from an incident before his presidency. The woman who successfully sue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sexual abuse was up early today. 有一个人呢，就指责他1997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强奸。你想，1997年都过去20多年了，就是这么一个案子，川普败诉了，被判赔偿对方500万美元，500万美金呐！虽然川普挺有钱，但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啊！虽然这现在只是一审，他还可以上诉，但是呢，其实啊，它不妨碍我们再复盘一下他们一审过程中间是怎么认定这个事实的。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川普啊性骚扰的故事啊。起诉川普这个人呢叫卡罗尔，今年79岁。他呢是美国的一个类似于像中国那种知音杂志的专栏作家，平时就写一些鸡汤文啊，就写一些那种我爱问连岳的那种问答。更早的时候呢，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的，他当年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校花啊，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啊。他在201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他曾经被2个男人强奸或者性侵过，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美国 CBS 的 CEO。这美国 CBS 的 CEO 啊，在美国也挺有名的。在2018年的时候，有10几个女的站出来指责他对他们进行性侵，结果这事儿就闹大了 ，CBS 就不得不跟他就切割了，最后把他解雇了。当时准备给了他1亿美金的遣散费，结果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就引起舆论的愤怒，说这种人你遣散他，你还给他1亿美元。结果最后呢，这 CBS 就把这1亿美元收回来，双方就签了一个秘密条款。至于补偿多少钱，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哥们儿也是心虚啊，后来呢，他自己就捐了2000万美金给美国的米兔运动。你想，他如果要是真干净的话，他能给这个米兔运动捐2000万美元吗？据这个卡罗尔讲啊，就是这个 CEO 当时是怎么性侵他的呢？就是他是记者嘛，有一次啊采访 CEO， 采访完之后啊，这哥们儿呢就尾随他进了电梯，在一家酒店里，进去之后啊，就对他又搂又亲又抱又摸啊。反正以下我们也省略一点字儿啊。他在书里指责的第2个人对他强奸的，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讲啊，这个特朗普当时怎么强奸他的呢？是1997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在这个美国曼哈顿那儿有一个叫古德曼的奢侈品店闲逛，然后就正好碰到了川普。这川普啊，当年也经常上电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而这个女的呢，也算是一个名人，所以他们2个啊。虽然此前没见过，但彼此应该是知道对方，所以川普见到他的时候啊，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So I saw him through the revolving door, and he went like this to me. He said, "You're that advice lady." Yeah. And I said, "You're that real estate mogul." And he said, "Come with me. I have to buy a present." I said, "For who?" He said, "A girl." 然后呢，他们2个就到了这个古德曼的内衣区，
这古德曼的内衣区啊也挺牛的，没人，没有服务员，全靠你自己挑。川普呢就挑了一个透明的内衣，然后呢拿出来跟这个卡罗尔说，他说你帮我穿一下，让我看看。然后他还问这个卡罗尔多大岁数。And I said, how old is the young lady? And he said, how old are you? So I just told him I'm 52. Oh, my Lord. Oh, you're so old, he said. 两个人就进了这个试衣间。进到试衣间之后，据卡罗尔讲，这川普啊就兽性大发呀。He shut the door and pushed me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bang, banged my head on the wall and kissed me. It was so shocking. You know, he pushed me, held me with his shoulder, and I was wearing a coat dress and tights, and he pulled down the tights. And he put his shoulder against me to hold me against the wall. And at that point, I realized that I was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Did he say anything? No. 又搂又亲，然后把衣服扒下来，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他的身体。他说整个这个过程啊，大概持续了3分钟。最后呢，他还想用脚踢这个川普啊，最后呢就结束了。据他讲，好像川普是没有射精啊。回家之后啊，他把这个经历啊，他告诉了给自己的2个朋友。他这2个朋友啊，一个说这件事情啊，川普这是强奸你，你得去报警。另外一个呢，还是个记者，说这川普这个人呢，好像势力挺大的，手段也挺黑的，我劝你别惹他。然后呢，就这么拉倒了啊。这一晃啊，这时间就过去了20多年。后来这川普不是当选美国总统了吗？然后这个女的就出了一本书啊。我想啊，她肯定也有这个因素啊，毕竟说现任美国总统强奸的，这书肯定是一个卖点嘛，肯定可以卖得不错啊。就在他这个书节选部分上线的当天，这川普就发了一个声明。川普的声明说什么呢？说这个女的我根本不认识她，她这完全写的是小说，这书应该放在小说书里去。而且这个出版商就是一个快倒闭的出版商，亏损累累，就是要出版这种完全捕风捉影的、没有任何依据的这么一些内容啊！我看他们这些人都有病，这些人都疯了，说话说得非常难听。然后当时呢，白宫也出来发言，说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谁能搞清楚？都是污蔑我们总统。其实当时川普指责他性骚扰的、性侵的可不止这个女的一个人呐。此前已经有15个女的站出来指责他性侵了，这个卡罗尔是第16个。我在这里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在美国就是所谓的性犯罪一共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叫性骚扰，这性骚扰主要指的是言辞方面的，身体没有接触。第2个层次呢叫性侵，就比如说你摸一摸、搂一搂、抱一抱没有经过对方同意，这在美国叫性侵害。你知道，那强奸它指的是必须要进入，你用手指或者下体进入到对方的身体，包括你比如说进入到这个阴道里头肛门里头包括嘴里都算。那么这叫强奸所以大致分为这3个层次。其实你看这3个层次，你就会发现就美国的性犯罪跟中国之间它的定义比中国要严格的多。你想中国你搂一搂抱一抱，现在连性骚扰都认定不了嘛。对那个强制猥亵的认定标准比美国的性侵呢，其实要严格的多所以美国的这方面它立法确实比中国严格然后川普呢，在2019年的6月份陆陆续续发了几个声明之后这个女的在2019年的11月份就把川普告上了法庭，说川普诽谤他，因为川普说他是骗子吗？说他这个都是写的是小说吗？都是谎言吗？不认识他吗？说川普的这个言行对他造成了身心上的巨大伤害。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起诉川普性侵，因为性侵案在美国它也有诉讼时效嘛，刑事案就不用说了民事案的诉讼时效也有一开始性侵案的诉讼时效是3年，后来呢，在米兔运动风起云涌的这个呼吁之下，改为了20年。然后再后来呢，纽约州呢又出台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规定所有的性侵的受害者在2022年11月份到2023年的11月份这期间，给你提供1年的窗口期，你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以任意罪名起诉曾经性侵你的人。当时这卡罗尔看到这个
立法通过之后，我估计他肯定心里暗喜，他就于是可以重新起诉川普了。川普当时还蒙在鼓里呢，他还接受记者采访。It's a totally false accusation.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o she is. 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她就是疯子、骗子，然后等等吧，言辞上的攻击很多啊。然后他当时这个女的不是还起诉了川普诽谤案吗？在诽谤案呢这个过程中间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司法环节，在2022年10月22号啊，就是卡罗尔的律师啊就找到川普做了一个取证，这个环节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他规定你原告和被告起诉的过程中间，原告你必须出庭，被告可以不出庭，但是你即便被告不出庭的话，你也必须接受被告律师的一次取证，至少是一次啊。这取证的时候呢，必须录像，然后呢，你必须宣誓，这个跟在法庭上这个出庭作证是一样的，你宣誓不能说假话，如果你要是说了假话的话，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环节啊特别好，因为我在国内也打过官司啊。当年我们在国内起诉方舟子嘛，有诈骗安保基金嘛，好几个这样的案子啊，起诉的过程中间，其实对方是根本不出庭。我跟方舟子打过官司，跟这个彭健打过官司，但是对方都不出庭啊。出庭的时候，我就要求法官责令对方出庭，比如说彭健，比如方舟子，方舟子他起诉我的，我要求他出庭啊，因为有些关键的事实在法庭上需要核实，对不对？结果呢，方舟子不出庭，他的辩护律师，你一问他，他一问三不知，他说这件事情我不清楚。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的民事诉讼啊，在法庭上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啊，它质量比较低，因为两个当事人不出庭，很多案子你就根本没办法搞清楚。所以美国的这个民事诉讼过程中间规定，你可以不出庭，但是你不出庭，你也必须接受对方律师啊在指定地点给你进行一次取证，这个取证律师就要问你很多问题。这个过程应该说是决定了川普啊整个案件的最终走向。In the course of your dating life and your married life, did you have occasion to buy gifts for women you were seeing? Not much, actually. Well, I mean, if it was a birthday or something, I guess, yeah. and other than birthday presents, did you buy gifts for women you were dating? I mean, it's possible, but I don't think very much now. And I take it you bought gifts for women you were dating? It's, you know, probable. 紧接着这个律师就问啊，他说：“那这个你是不是在你还结婚的时候，你就跟其他的女的约会呢？”然后川普旁边这个律师就说：“啊，那我反对。”结果人家律师也是有备而来啊。Yeah, isn't it true that you were seeing Ms. Maples before you were divorced from Ivana Trump? I don't know. It was toward the end of the marriage, so I don't know really. There could be a lap over, but I don't really know. 这个律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当时卡罗尔叙述川普性侵他的时候啊，川普跟他讲的是，我要跟一个女孩子约会，我要给她买一个礼物。那好了，这个律师问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想确认，就是卡罗尔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具有可信度。那么川普就说了，哎，他会给其他的女孩子买礼物，同时呢，他也确实在他自己婚姻存续期间跟其他女孩子约会嘛。那他当时，卡罗尔指责的他那个日期，1997年的日期，川普当时确实也结了婚，所以呢，律师想通过这样的提问来确认这个卡罗尔当时的陈述是可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 It's a book by E. Jean Carroll. It says, "What do we need men for?" I'm sitting here today, sir. Have you ever read either this book in its entirety or any portion of this book? No, never have. I've never seen the book. Okay. 然后这律师呢就拿出了川普当时写的声明，这声明啊就说啊，这个女的全是造谣、污蔑、诽谤啊。然后这个律师啊其实是在给他挖坑，他说你读一遍，你把你这个声明读一遍。川普呢就高高兴兴地读了自己的声明啊。那这个律师为什么要这么提问呢？说你既然是你完全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你怎么能够说明人家这个女的写的内容全是污蔑和诽谤呢？对不对？你都没读过，你怎么能说污蔑和诽谤呢？那就说明你说的是瞎话。
那假如说你读过这本书，那我刚才问你，你说你没读过，那你说明你说了谎。所以你看到了吗？在美国这些律师啊，在跟对方当事人，取证的过程中问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啊。Do you recall having an interview with reporters from The Hill on June 24th, 2019? Vaguely, yes. Number one, she's not my type. Number two, it never happened. It never happened, okay? And same set of questions. I take it, sir, that you stand by that statement today? Yes, I do. 结果这个律师啊就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当时川普啊跟这个卡罗尔还有她丈夫啊一起的合影，在一次慈善晚会上。他说：“你看到了吗？这张照片？你说你们过去不认识，你看认识不？还有照片呢。”川普说：“哎呀，那好像是这些活动参加多了，我也记不清了啊。”然后他就指着这个卡罗尔说：“他说这是谁呀？” I don't even know who the woman. Let's see. I don't know who. It's Marla. You say Marla's in this photo? That's Marla. Yeah, that's my wife. Which woman are you pointing to? No. Here. Oh, is that? The person Oh, you just pointed to was oh, E. I Jean see. Carroll. Who is that? Who is this? And the woman on the right is your then wife, I don't know. Ivana? This was the picture. I assume that's John Johnson. Is that? 川普也是老眼昏花了，是吧？据说啊，就是这个卡罗尔长得非常像他的第二任妻子啊。然后这个律师紧接着就问他， Again, when you say type, you just refer to looking at photos, so you mean physically she's not your type. Physically, she's not my type, and now that I've gotten indirectly to hear things about her, she wouldn't be my type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But when you were talking back on June 24th, you were referring to her not being your type physically. I correct? saw a photo of her, Okay.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other people is I'm honest. She's not my type. I take it the three women you've married are all your type. Yeah. 到这里头大家应该明白了吧？这个律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川普说这个卡罗尔错认为自己的妻子长得很像嘛，对不对？但是川普又说他所有的妻子都是他自己喜欢的类型，大家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川普说那个卡罗尔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类型，就是谎言。因为你喜欢你自己的妻子，而那个卡罗尔又极像你的妻子，在外表上、在外貌上很像，那就说明什么？按道理来讲，这卡罗尔也应该是你喜欢那个类型啊。但是你现在又对我说，你说卡罗尔不是你喜欢的类型，那你这不是撒谎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律师就说了，他说：“你说啊，人家这个卡罗尔说的都是骗局，对不对？这你说的，你再念一遍。”这川普又念了，然后这个律师又给他下套，说啊，你好像经常使用骗局这个词，对吧？他说是啊。这个 CNN 报道说你一年用了250次，他说是啊，我经常遭遇这么多骗局，对不对？那你说说都什么是骗局啊？他说那俄罗斯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都是骗局。紧接着这个律师就问 Isn't it true that you also referred to the use of mail-in ballots as a hoax? Yeah, I do. Sure. I do. I And think is- they're very dishonest. Mail-in ballots, very dishonest. And isn't it true that you yourself have voted by mail? I do. I do. Sometimes I do, b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s to it once you give it. I have no idea. 你看到了吗？这律师的逻辑是什么？就说你说邮寄选票是骗局，但是你自己又使用邮寄选票的方式总统投票，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你平时在说别人是骗子的时候、骗局的时候，你自己根本不相信。你如果相信的话，你不可能自己你认为是骗局，然后呢，你又去用邮寄选票的方式去投票。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这个律师呢又拿出来一份录音。这个录音呢是2005年9月份的时候啊，川普啊做一个节目之前啊，他的录音。这节目录音里头是跟旁边的人吹牛，说啊他自己是个明星，然后明星啊对女的就可以随便。I don't even wait. And when you're a star, they let you do it. You can do anything. Whatever you want. Grab them by the pussy. You can do anything. 然后这个律师就问他，他说这段话是你说的吧？川普说是啊，是我说的。那你认为你自己是明星吗？
川普说是他，我确实是个明星，是吧？你认为你当时为什么要说这话呀？川普就说，那当时这都是这个是叫更衣室聊天，那意思就是男人在更衣室里头瞎说呗，是吧？他就问，那你说的这个只要是明星就可以随便摸女人，这个是事实吗？这川普我估计脑子犯糊涂了。他说从漫长的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个事实。那你想想，这是等于说什么？他等于证明川普本身呢，他不尊重女性，他认为拥有一定势力的男性的确对女性可以随便进行骚扰，随便进行性侵，而且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些取证资料最后就都成为了这卡罗尔起诉川普性侵案的重要的呈堂证据。所以这个案子在今年开始审理之后人家这卡罗尔也是有备而来他找了几个关键的证人。第一，他当年说过2句话的那两个朋友，这2个人到现场来给他作证了。另外，更重要的，他找到了另外2个指责川普对他进行性侵的证人。那2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采访川普，采访完之后呢，川普对他一阵狂吻，强行搂住他进行接吻，吻了好几分钟。另外一个女的呢，据说是当年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升舱，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了，就坐在川普旁边。川普一看旁边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就立刻对这个女的上下其手，还把手收到裙子里。这2个人在法庭来作证，说川普对我进行过性侵。同时就这个女的呢，还找到了当时古德曼的那个商场里的那些服务员，就证明他们的那个试衣区确实没有人。但是川普这面就提不出什么关键的证据嘛。但他律师在法庭上就主要反复问，就是这卡罗尔，因为卡罗尔申请了以证人身份接受对方盘问，就是今年的5月1号。然后呢，这律师就反复问说，那你为什么不报警？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叫？这个问题我这里还真的要补充一下，就是美国对强奸案的认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内非常看重受害者是不是反抗和报警。他们呢就天然的认为，你如果是认定对方强奸你，你就应该反抗或者说之后你就应该报警。如果你既不反抗也不报警的话，那其实你很难认定这是强奸，也认为你是愿意。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社会运动人们对强奸案的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认为只有女性在明确表示同意是的情况下，男性才可以跟她发生性行为，否则一律认为是强奸。因为他要考虑到受害者的情况嘛，在很多情况下他不一定敢说 no， 有的时候不一定敢反抗，还有很多时候即便是被性侵害之后也不一定敢出来说。所以这些法律就更多的开始保护这些受性侵害的受害者。所以这卡罗尔在法庭上当时说的慷慨激昂他说不管我当时有没有喊叫，都不妨碍川普对我进行了强奸，这2者之间没有关系。那么审判川普这个案子一共有9名陪审员，这全部是匿名的有5个男的这个有4个女的那因为都是害怕川普报复他嘛，这个法官裁定这个可以。后来在5月9号的时候，这陪审团就开始闭门会议开始讨论的结果就裁定川普强奸卡罗尔这件事情不成立因为确实是没有特别多的证据但是裁定性侵成立，因为它是个民事诉讼它只要求证据优势原则。所谓证据优势原则，就这事儿这个可能性只要超过50%就可以了，而且呢，他还不要求这个9人陪审团一致同意。像纽约州就规定这9人陪审团中间有8个人同意，这案子就过了。所以他分了很多项，就是说性侵同意吗？8个人都同意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超过50%，于是赔偿金额是$200万。后面要赔偿，诽谤成不成立诽谤呢，大家也认为都成立了。这赔偿金额呢，给他构成伤害是100万，那个呢惩罚性的呢是170万，然后还有一个是28万，还有一个是2万，通通加起来一共是$500万。Victory tour after winning the $5 million judgment against Donald Trump. Hooray! That's how I felt. It was a wonderful feeling. Fantastic.
fantastic. Yesterday was probably the happiest day of my life. 有关川普性侵案的故事啊，到这里就算讲完了。我特别想说的是，在整个川普性侵案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物理证据，双方能够呈堂的基本上就是人证，以及双方有关这件事情的一些其他的旁证，比如书籍啊、声明啊。那么法院也包括陪审团是怎么裁决的呢？我这里头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美国法庭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它更多的是认定原被告双方谁的证词本身可信。你比如说，川普就会说对方是个骗子，对方呢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根本没有这件事情。那对方的律师呢，就是想通过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川普本身这些话都是假的就够了。比如说，川普说他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是对方呢，你看到了吗？川普把那个女的都错认为自己的前妻了，而这自己的前妻都是他属于他自己喜欢的类型，那岂不就是认为他说的是假话吗？川普说这个女的是个骗局，整个案子，但是呢，他在说那邮寄选票是骗局的时候，他自己还在用，可见川普这个人呢，平时嘴里头满嘴跑火车，他认为骗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自己都不认为这是骗局。比如说，他发这个声明说这个女的这东西都是诽谤，都是污蔑，但是呢，人家对方律师呈现出来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人家对方写的书，他就说对方是污蔑的。那你说他这个话可信吗？他的话不可信，那人对方的话自然就可信了。所以你看到了吗？有关这种性侵案也好包括性骚扰案也好在美国法庭审理的时候，它更多的不是靠所谓的物理证据，它是要通过法庭审理来审理谁说的话更可信，而谁的话本身呢更不可信。当一个人说话不可信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人就可能会败诉。那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中国未来的性骚扰案的立法也包括司法实践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他山之石。如果我们的司法实践，包括我们的立法也能朝这个方面去改的话那我相信中国的这些性骚扰的很多受害者就有可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获得救济。相反，如果我们仍然囿于那种所谓的物理证据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大量的性骚扰的受害者是不可能通过司法获得救济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He shut the door and pushed me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bang my head. It's a totally false accusation. I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o she is. The person you just pointed to was Ian Carroll. Who is that? Who is this? And the woman on the right is your then wife. I don't know. Ivana? This was the picture. After winning the $5 million judgment against Donald Trump. Hooray! Fantastic. Yesterday was probably the happiest day of my life. 他没能预料到性骚扰的发生，没有录音录像，没有和对方反抗扭打，那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是否遭遇过性骚扰？他能否只能忍受这一切，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